众人沉默了很长时间，才有人问：明哥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叶龙庭就是当年那个孩子，怎么拿他没办法呀？其他族人可能只是怀疑，他们这些当初跟着明哥一起坑害算计上任家主的，却清楚得很，从龙腾集团渐渐走进大众的眼里后，明哥父子俩没少针对龙腾集团，就是叶龙庭也遭到无数次的暗杀，可那就是打不死的小强，这么多年来愣是活得好好的，反而是明哥这里损兵折将。随着龙腾集团越来越强大，已经追上了龙氏集团，这些人内心越来越焦虑，害怕叶龙庭就是当年那个孩子回来复仇的。今天终于得到了证实，他们在害怕时也松一口气，害怕的是龙庭必定是回来复仇的，松口气是目标明确了，不用再猜来猜去，杀也杀不了，他想从他那里拿到信物，难度也高，他既然表了态，就是告诉我们他要回来接管龙氏家族了。龙老头深思的道，他拿出家主的所有信物，族中老人以及那些精英领导验证过，确定信物没有错，他就是真正的家主，真正的家主回来了。阿拓这个代理家主当然就退下来，我父子俩为了这个家族30年也累了，该好好休息。众人面面相视，明哥居然就这样将家主之位让出去吗？想到叶龙庭的厉害也就理解了，现在这种情况除了低头让位别无他法。明哥他上位，我们岂有好日子过？谁知道当年的事，万一被他找到证据，我们所有人都得死。龙老头看了那个人一眼，说道：静观其变。大家不说话了。下午4点多，龙庭一行人到了欧阳家，知道他们要过来，欧阳庭夫妻俩特意留在家里等着穆晴等人到来，就是欧阳雅都打电话回来说晚上不应酬了，会回来吃饭。还没有到欧阳家大宅的门口，穆晴就看到了在门口等着他们的欧阳庭夫妻俩。司机缓缓停了车，龙庭先下车。七叔七婶，龙庭笑着打招呼。欧阳庭当初是嫁给了君家的七少，婚后因为欧阳庭还留在娘家帮忙打理生意，君七少经常两边跑，生了娃后留在老丈人家里的时间居多。夫妻俩都嗯了一声，然后走向刚下车的穆晴和程玲玲。大嫂四嫂。穆晴笑着，你们俩在这里等了很久吗？不用等的外面那么热。欧阳庭说道，也没多久，知道你们快到了，我们才出来看看。君家老七则是说道，外面热，大嫂四嫂你们先回车上，让司机开车进去，都上车吧。穆晴招呼着欧阳庭夫妻俩上车。数分钟后，车子在主屋门口停了下来，战远从屋里出来，等穆晴等人下车了，战远上前几步笑着，晴姐玲姐，你们来叨扰几天孩子们呢？第一次来你家里安安静静的，没有看到孩子们。穆晴问了句。大家相互打过招呼后，战远招呼着众人进屋，边走边说道，昨天全都送回去了，家里老人家念叨呢，说放暑假了，孩子们难得有空，想好好陪陪孩子，就全都送回去了。在这里吵死人，哪怕孩子们都很懂事，可是玩在一起有时候还是会吵架的，带一个娃都让人头痛，更不要说带好几个。孩子们都在石战远天天有判不完的公司，吵得他脑壳都痛。他这个好脾气的六伯六叔有时候都会发火，怪不得这般安静，放暑假了，孩子们难得聚在一起，老人家就喜欢家里热热闹闹的。程玲玲说道，我是巴不得孩子们不在家的，他最不耐烦带娃了，还好只生了一个君飞，小时候是个哭猫，他忍忍君飞就长大了，耳边清静，他才不想生二胎重新来一遍呢。年轻的时候没有想过生二胎，现在就更不会了。他现在等着当奶奶，管家奉上茶水点心水果。寒暄过后，穆晴问道，阿雅母子俩在忙？他们都忙，知道你们今天过来。阿雅说下班后就回来，今晚不应酬了。战池也是，家里来了贵客，欧阳雅都不应酬，战池身为晚辈就更要回家陪聊。打扰你们了。不打扰你们过来，我们开心都来不及呢。战远看一下欧阳庭夫妻俩，笑道，阿庭夫妻俩中午就回来了。欧阳庭说道，我今天不忙，就早点回来了。
他看向龙庭，龙庭这是打算接管龙氏家族了？龙庭点头，时机已经成熟，需要帮忙尽管说。龙庭道谢，需要帮忙时我不会和七婶客气的。龙氏家族现在内部人心不齐，你这个时候上位，能迅速拉拢部分人心。不过龙拓父子俩也不会善罢甘心，你上位后麻烦才多小心点，不可大意。君家老七沉声提醒，七叔我知道的，大仇未得报之前，我都会很小心的。就算报了大仇，也得小心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你们这种传统式的宗族家族最复杂的了，以前他们能做出那样的事，以后也会有人再生野心，小心点准没错。大家都叮嘱过，龙庭后很自然就扯到了拍卖会的事。傍晚，欧阳雅母子以及欧阳俊兄弟俩回来了，欧阳家再次热闹起来。穆晴一行人在欧阳家住下，很快就到了拍卖会。这一次的拍卖会是近几年来办的最大的拍卖会，吸引了很多人前来参加。在拍卖会上，龙庭一行人没有意外地看到了龙拓父子。龙拓没有带着他的儿子，反而带上了龙若雨。看到不戴口罩不贴人面皮的龙庭时，龙老头的眼神先是深沉，后是热切。他盯着龙庭看了好一会儿，摆出一副激动的样子。像，真像。叶先生，你跟我们家族上一任家主真像。叶龙庭身边跟着初九，初九就是叶龙庭的身份象征，所以龙老头直接就点明了叶龙庭的身份。龙老头的反应以及他的话引来了众人的侧目。H 是龙腾集团的当家人，一直以来都是戴着口罩，不以真面目示人，今天居然露出了真面目。龙英明，我本姓龙，单名一个庭字。龙庭直呼龙老头的名字。你说的上任家主，我说是我爸亲爸，你信吗？龙庭几句话就说的龙老头脸色都变了。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龙老头又不敢怎么样，反而很快恢复了常态，他一副惊喜的样子。你真的是龙庭？我就说那么像的孩子，这30年你在哪里？我们找你找了30年呀。龙庭似笑非笑的龙应明，这里是拍卖场，今天不适合咱们倒叙，就等拍卖会结束了，咱们再找个时间好好叙叙旧。龙庭说完后，转向了穆琴和程玲玲，温和的道：妈，师傅，我们的位置在那边。然后他带着长辈们走向他们的位置，离龙老头等人的位置有点距离，他们坐在第一排，龙老头他们坐在后面。龙老头看着龙庭一行人走开了，他的脸上还挂着惊喜的表情，心里却恨不得当场就灭了龙庭一行人。爸他只是看着像，就算也姓龙，也未必就是咱们要找的人，等拍卖会结束再说吧。龙拓假意劝着父亲不要因为龙庭长得像家主就相信龙庭的话，也是演戏给大家看的，让大家知道他们在寻找30年前那个孩子，是想为家主找回仅剩的血脉。他爸看到像家主的年轻人才会那么激动，连质疑之心都没有，可见他们有多盼着找回那个孩子。至于外人怎么看怎么想，那是别人的事。龙拓扶着父亲走向他们的位置，龙若雨跟在后面，时不时还扭头看向龙庭。父亲之前让他去追求龙庭，那是为了接近龙庭，并非真心喜欢龙庭，他连龙庭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，怎么可能喜欢呀？今天见到龙庭的真面目了，龙若雨居然很是心动。这个男人嚣张是有嚣张的资本的，可惜他和他注定了是敌人。身为龙拓的长女，龙若雨很早就知道祖父2代人都在寻找龙庭的真正原因，就算龙庭不是家主的血脉，之前他们斗得那么厉害，他也不可能真和龙庭在一起，况且人家眼里也没有他。龙庭喜欢的是初九他身边那个女保镖，傻子都能看出来的。如果龙庭能拿出家主信物，真正接管了龙氏家族，成为龙家的家主，他的另一半就是龙家的家主夫人。初九只是一个保镖，身份地位配不上龙庭，呵呵，到时候不用他出手，族里那些老人家也会极力阻拦龙庭和初九在一起的。龙庭以为他拿出家主信物上位了就赢了，做梦，他们不会让龙庭好过的。欧阳家的大少爷长得真俊呀，很有绅士风度，瞧着也平易近人，说话总带着笑意，不愧是欧阳家的接班人。
龙若雨看到了欧阳俊的本人后，对欧阳俊很满意。要是他能成功拿下欧阳俊，嫁入欧阳家当家太太，他就心满意足了。不过他若是嫁进去了，得将那些大姑姐都赶回他们的婆家去。都嫁了人，儿子都20好几了，还住在娘家插手娘家生意。欧阳雅的长子战驰就在千寻集团上班，那是欧阳家的公司。虽说欧阳俊还小时，欧阳家是靠着欧阳雅和欧阳婷撑着的，但现在欧阳俊兄弟俩已经30好几，早就能独当一面了，不需要姐姐们帮忙。当姐姐的就要识趣点，退出来不再染指娘家的生意。但欧阳雅不识趣呀，现在依旧是欧阳家举足轻重的人，他说的话比欧阳俊还有用。他的长子又进了千寻集团，虽说现在还没有爬上重要的职位，那是早晚的事。欧阳家男丁弱，就算欧阳俊结婚后能早早生有儿子，跟欧阳雅的儿子一比也差远了呀。等欧阳俊的儿子长大时，千寻集团怕是换了老板，改姓战了。若雨龙拓父子俩坐下后，他叫了女儿一声，龙若雨拉回了视线，应了父亲一声，坐吧，别看了。龙拓轻声说了女儿一句。在确定叶龙庭就是龙庭后，他便知道自己的计划不会成功的。想让欧阳俊成为他的女婿不可能。拍卖会开始了，前面的那些古董呀、珠宝呀、穆晴等人都没有举牌子。程玲玲私底下对穆晴说道，早知道没有我喜欢的，咱就不来凑这个热闹了，以为能淘点宝贝回去收藏呢。还有，往往都是好东西留在最后的。这个时候开拍的是一条祖母绿宝石和钻石组成的项链。主持人介绍那条祖母绿项链时，还看了一下龙老头，才说道，这条项链据说曾经是 H 氏龙家某一代的家主夫人最喜欢佩戴的饰品，价值不菲。后来家主夫人的女儿出嫁，她便将最喜欢的项链赠送给女儿当嫁妆，历经近100年后，兜兜转转，成了今天拍卖的首饰中最贵的一件珍品，起拍价是880万，每次加价最少20万。听到说是龙氏家族某位老祖宗曾经最爱的珍宝，龙庭直接举牌。不管这条项链经历了什么，为什么最后成了拍卖会上的珍品，这是他龙家祖宗的东西，他身为后人，有能力时就有义务将珍宝买回来。龙庭说道，我出930万。他举牌后，其他人也跟着举牌。龙拓私底下问父亲，爸，咱们要举牌吗？那条项链是咱们龙家祖宗的呢。龙老头没有说话，直接拿起了牌子，说道1500万。众人都扭头看他，龙拓也错愕地看着父亲，没想到老父亲一下子就喊那么高的价。龙庭淡定地再次举牌3000万。众人又看向龙庭，龙拓父女俩脸色都变了，龙老头也沉下了脸。爸，那条项链顶多也就值那个价，咱们不要再加了。他们不是真正的家主，没有龙庭那么财大气粗，几千万他们是轻轻松松能拿出来，但得看东西值不值这个价。龙老头数次想拿起牌，最后却又放下，最终他不再和龙庭争。项链是某一代的家主夫人佩戴的，那是嫡系一脉的东西，龙庭势在必得的，他再举牌也斗不过龙庭，龙庭自己就财大气粗，还有穆晴妯娌俩帮着他，